Hello， 我是方克。嗨，我是尼特。你现在去哪里啊？现在要去开箱朋友家。没错，我们现在去突袭我的好朋友，他是知名电玩 YouTuber 直播主台湾耳男，我们要去突袭他家。先等见。OK， Go。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朋友家去帮朋友开箱。对，上次是开箱我们自己的居家，那这次我们想要开箱别人的家给大家看，他家非常的漂亮，来个不一样的风格，非常期待 ，Go！ 我来了。哎，干爹你好，干爹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我的前辈，今日来这边有何贵干啊，干爹？今天来参观你家啊，好，我要找你的眼睛跟，现在这边有牙齿，这是真的牙齿还是假的？这是真的牙齿，这是真的，没问题。好，来，请进，来，夫人请进。你家超漂亮的，都是钱，都是钱，是不是？玄关呢？对，我必须得说，我们是下过非常多的苦心的。基本上一进来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两个大柜子，右边的这个就是放鞋子的，全部的鞋子都在这边。那大概90%的鞋都是我老婆的，我呢大概就只有2双而已啦。这个就是我们的污衣柜，回来的时候脏衣服我们就直接把它丢到里面去。客厅重要的区域，台湾人要分享。我们家呢，其实一开始走的打算是走现代简约风，可是后来我跟我老婆儿嫂呢，我们发现说家里好像如果说什么都不放的话，有点太空。你仔细看一下我们家的一些装潢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小东西上面都会有很多的动物，因为其实我们很喜欢动物，金鱼啊，有猫啊，有小鸟啊，然后那边一堆耿鬼神奇宝贝啊这种之类的，用很多这种小装饰来疗愈我们自己的身心哦。跟你讲，我最自豪我们家里的地方，看好了，嘿 Siri， 打开客厅窗帘。一道圣光洒进来，这个就是我最自豪的地方。我们家用的是电动窗帘，而且全部呢都是用智慧型控制的。然后包括我家的所有的你看到的灯光，基本上家电通通都是可以使用 Apple HomeKit 来直接控制。所以我们手机的清单里面呢，打开来直接一次关灯给我看吗？可以，没问题。来，我们准备哦，3、2、1，哇！好，一次全开，3、2、1。觉得蛮好的。其实我觉得像这次参观，我觉得这个很适合纳入到我下一次的装修。哎呀 ，OK， 我希望我只要靠嘴巴就可以让它全部开。干爹有这个荣幸，那是最好的，没问题。受到你的启发。你们这样全是用智慧型开关啊，费用高吗？我们一开始跟设计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很想用智慧型的家电，难免花了一笔巨款来做装潢，那肯定是要有一个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家。没错。可是呢，我们就是网络上查了很多，做了很多智慧型家电的工具，我们发现好贵，所以那个时候设计师他就提给我们一个方案，他说省钱有省钱的做法，像我们刚刚前面秀的一些智慧型的这些功能，对不对？对。其实整体费用下来，并不会比起一般的装潢还要贵许多，所以不用巨付，不需要巨付，微付就可以，微付就可以。我们用了一个细腻的心思，就是你可以用一般的灯，可是智慧型的开关，这个就可以让你省非常多的钱。全市的这个开关，你都可以全部用智慧型，所以你是直接请水电他们帮你装上去就好。没错。我发现你们家有非常多一些导圆的元素，像是我们进来玄关的时候就有一个大的弧形的一个像是半拱门的感觉。哦，没错。以及天花板这边也有做了一个导圆角，还有那边的柜子，没错。是因为你比较容易撞到吗？不是。其实我觉得它蛮适合我，因为我在家很常踢到脚。我们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导圆元素，所以我们当时就求我们的设计说，拜托我们家想要来多一点导圆元素，可不可以？我就想要这种圆圆的，看起来就很可爱。半拱门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它可以把玄关跟我们的生活区域彻底切开来，有一个区分成不同生活形态的感觉。大家有听过有一个效应叫做过门效应吗？门外面的时候呢，你有很多工作上很疲累的事情，进来之后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有这个样子。我是谁？金鱼吧，这是金鱼吧？7秒钟而已啊！它是我们整个家里面配色最特别的地方。很漂亮这个颜色调得很好这个颜色超级难调，当时设计师也是花了很多的苦心来调。你会发现我们家几乎都是灰色啊，或者是白色啊这种冷色，这比较冷一点的色调。可是只有正面墙是暖的。当时我们就想说，可以利用这面墙来给我们家里多一点这种点缀的感觉。在这个空间呢，是最显眼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空间里面呢，还蛮点缀的，而且它其实跟这一个金色其实是有一点相互 match。摸它，你喜欢摸鸟鸟吗？对，没错，我喜欢摸鸟鸟。
这一台越来越超高了。可以分享一下这个鸟鸟吗？这个鸟鸟呢，它有一个功能很特别。这个鸟鸟的功能就是呢，它可以随着你的声音的方向，它就转到什么方向。你相信吗？我相信。没有，我自己讲我都不信，骗你的。好啦，这只是一个，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的这种小摆设，都很喜欢用这种动物来代替。那我们当下是看到这个鸟的人，觉得哇，这灯好特别哦。那我又特别喜欢猫头鹰啊、鸟类的动物，所以我就选择用这个灯光来做装饰。而且我现在发现一件事，因为你们这边其实是有做轨道灯的，然后它还会再打在整个鸟的动物的形体上，所以你的光影其实是有一个鸟的影子在这边的。哦，对，没错，这个就跟你们家是不是也很喜欢玩一些光的那种影子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们当时在跟我们的设计师聊的时候，我们设计师他最擅长的就是这种光影的这种打光，他这个就是方便我们呢，可以随时想要把光打在什么东西上面，我们就可以自己乱打。所以这样我是不是自己乱转？对，就这样，就可以有圣光，光线会让后置式不太好处理，打在我的脸特别亮。好，不要期末后置式。重点来了，各位，这个沙发通常在录制影片的时候，只要坐到沙发上。沙小，这沙发你可以分享一下，它好大哦。我的嫂呢，她每天回来的时候就一定会坐在上面的地方。她坐在上面都在干嘛呢？她也没干嘛，她就睡觉。那这沙发有一个特点，它可以像这样往前搬，变成像这样。这样子呢，我就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可以坐得很舒服。我的双脚就不需要这样子再盘在上面，我就可以这样子落地。这个还不错哎。对，两边都可以这样做。所以有时候长辈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喜欢那么深的沙发，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给他做。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什么功能？拍那种家族合照的时候，后面就可以这样子。你会把我们想太多了。哇，还有人可以站后面，确实哎，蛮有用的。OK， 非常的细心，有观察到这个细节，有料哎。后面其实还可以收纳，没错。而且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家具啊，全部的它的高度都是有挑过的。你会发现这个下面它的高度也是挑过。为什么挑这个高度？因为扫地机器人要走，对不对？非常重要。我跟你讲，扫地机器人真的很重要。我刚连上你们家网络的时候啊，其实跟我们家一样，完全没有lag的感觉。但是我就说，你们家网络安全吗？哦，我跟你说，我们家网络是最安全的。为什么呢？不止上传下载又快，就算你要上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呢，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请问奇奇怪怪网站是这个我们就不解释了，大家自己心知肚明啊。为什么会这么安全呢？因为我们都用最好用的 Surfshark VPN， 赞啦！干爹快找我们，我们没有业配哦，干爹快找我们，干爹嘿嘿嘿。我们收纳柜超级多，然后里面呢可以放一堆杂七杂八，然后再来最重要的这一区都是游戏。我们家很多的耿鬼啊，为什么我们家很多的耿鬼呢？是因为我老婆很喜欢耿鬼，不管你走到任何地方，你都会发现各种耿鬼的踪迹哦，那个都是正常的。我们这一个区域最显眼的应该就是上面这一盏灯哦。这个真的超漂亮，这个灯条打得很好哎。这个灯呢，我们叫它乱乱灯。为什么叫乱乱灯？因为人如其名，就非常的乱，看起来很乱，但乱中有序的这种感觉。我们这一区呢，也有一只很大只的耿鬼，没错。那这个耿鬼其实它是一个存钱筒。里面都是钱，原来你们家也到处都是钱。其实每一个人家里，我觉得都很需要这个东西，有一个随时可以把你口袋的钱直接丢进去的那个感觉。干爹的钱也可以顺便一起丢进去，就护唇膏而已。好，那护唇膏就丢不进去了，来，我们丢一点钱进去。好 ，OK， 这面墙是我们最自豪的。首先呢，这个就要感谢我们的干爹，谢。因为这个烤箱真的是我们给他买，因为当时他们家说他们没有办法用220伏的电嘛，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家在装潢，我们家可以，然后就把220伏的电这个烤箱搬到这边来。我们那时候还开车去搬这个烤箱，非常的大，而且超级好用，烤东西超快。它整个的外观跟色调跟我们这整面墙非常的搭，超大。那这整面墙呢，也是做了完整的收纳空间。你看上面这边还有一个大空间没有用，其实我们家还是有很多的收纳空间没有用的啦。好，那这边都放一些厨具小东西，微波炉啊，然后还有这种饭锅呢，也都是全部采用灰色调的设计。这是可以拉出来，对不对？所以饭锅呢，像我们有时候打开的时候，就像这样，有没有？客服饭锅哦，这样要煮饭，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回去。所以刚刚跟客服是在叫干爹吗？没有啊，对不起，那个剪掉，那段剪掉。然后我们的吸尘器，这样，吸尘器又特别贵。整个餐厅里面最强1等1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看好了，这是我们传说中的零食柜，任何的东西。Nutella。目前呢，因为我老婆怀孕，所以零嘴有点少吃，所以我们里面就没有放太多的零嘴。快要有小耳宝。OK，
我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这是不是也是隐藏门？这2扇门都是隐藏门。那这扇门呢是我们的客浴，漂亮的客浴，采用灰色调的基底来做点缀哦，所以你看整个都是灰色的，然后里面一样用的是智慧型的开关哦。你们选的是6角砖呢，好看呢，也是灰色基调，对不对？对，没错。当时我们在买这间房子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就非常坚持，我们一定要2间卫浴，因为我们2个很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铁板面加奶茶，吃完早餐的时候回来就在抢厕所，比谁先尬赛。但现在呢，我们就不用抢了，赛很重要。好，再来呢，就是我自己呢，在整个房子里面呢，我个人最自豪的一个空间，我的工作室。大家都知道我自己是做直播的嘛，直播游戏，我的工作室想必里面就要有很多跟游戏、跟动漫有关的东西。哇哦！进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声音都变得不一样，不得了，因为我们全室用的都是隔音墙跟隔音棉。我们再贴第2层，因为最近有被邻居检举说声音太大声。然后吸隔音棉呢，跟我看的是同一款。进来其实你会发现那个空间的回音真的是抵消非常非常的多。模型柜里面放的模型是什么，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哦。然后再来是这边的，这都是钱，电脑桌，没错，都是钱哦。上次地震的时候呢，这个裂膜跟这个死神钢弹都被震掉了，我很心痛。然后还有重点，上面这一尊是我最宝贝的，因为这一尊呢，因为大家知道我是《灌篮高手》这个手游的直播主嘛，真的所以呢，我这一尊呢，我几乎是把它当成我们的这个雕像在供哦。人家家里是放神主牌，我这边是放《灌篮高手》，没错。然后另外在这边这2本是我们去日本带来的井上雄彦的绘本，哇哦，原画集，我们通通都把它从日本空运回来。那工作区域就像这样哈，对不起，有一点乱啊，今天没有什么整理。身为一个男人，电脑桌前要放卫生纸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好。上面的这个6角灯，它可以这样，我用手机直接控制它的开关，哇哦，像这样切换颜色，变成任何的颜色都可以，非常骚包啊。没错，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它可以根据音乐来变你的颜色，它不对声波节奏，对不对？没错。所以如果说你在搭配卫生纸使用的时候，就会很刺激。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会被检举。你真的很完整呢，还买了麦克风哇！没错，这个麦克风呢是我们的生财工具 SN7B 啦，传说中的每一个主播都必须要有的麦克风。没错，这个回音器 SSL2 神物，这个东西必须买。虽然这边很电竞，但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有点眼熟啊！调查冰糖冰风，我去日本买的。各位，你可以穿给我看一下吗？太帅了！那你要献出你的心脏。你现在戴那面具会不会看不清楚？可以帮我一下吗？看一下，看一下。哎，扣子在这，帽子在这。这个桌子啊，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调整的，像这个麦克风架、萤幕、电动桌，它也是升降桌。好，我们下一间走。这个门呢，首先它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双面开的。那我们这个厨房呢，当时我们本来想说要不要把厨房的墙壁都打掉，但后来想说这样实在太贵，后来设计师就很贴心的帮我们就是贴了2片玻璃，来增添这个高级感。60公分洗碗机，婚姻3宝，没错，推荐大家必须买。这一款我记得是可以用远端预约的，对不对？对，它是可以远端预约的。看到一只很眼熟的东西，没错，我家好像也有。它跟你们家不一样的一个小地方，就是在于它是可以伸缩的。我们原本觉得还好，应该没有那么重要。发现蛮好用的，可是当我开始用了之后，随时啊水槽想要清理，你就把它这样子伸出来，很好用。OK， 特别要讲一下这个台子，这个石英石，当时我们的设计师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一个是人造石，一个是石英石。石英石比较不用保养，但是它比较贵。到现在我们就真的觉得还好，当时有选石英石，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超漂亮，而且超级好顾。我多看。好，多多看。发现一件特别的事情，你们这边是选用不锈钢的层架来做开放式设计的。我们就是故意来用这个开放式的设计，但现在会发生的一个隐忧，就是有时候会堆积一些灰尘。哦，特别好，特别好，直接吃灰尘啊。那我们的冰箱呢？冰箱里面有，这是什么？这个我还没喝，我可以喝完。等一下。OK， 好，它也是整体用这个灰色色调，然后跟银色的这个镜面色调，没错，镜面的这个色调，它是有一个真空夹层，所以你有什么东西，这个很厉害。你有测试过它的保鲜期？像是有一块生肉，可比如说它是2天后到期，你把它丢进去，1个月后再拿出来，也太恐怖了吧！太恐怖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冰箱的部分了，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阳台。要不要分享一下这个为什么垃圾桶特别高？好，这个垃圾桶呢，看好了，它是这样子的。自动垃圾桶，
关闭垃圾桶。上层、下层是放回收物，上层呢是丢一般垃圾跟厨余，厨余在这里，就像这样子。其实还不错，我没有好用，太重味，真的还不错。这就是垃圾桶。好，再来是我们的超大阳台，洗衣机在下面，烘衣机在上面。那这2台特别要讲一下，上面这一台我超级爱，因为它是瓦斯型的烘衣机，就瓦斯型的烘完之后，就跟你太阳晒过是一样的感觉，香。下一个地方是不是要分享一下你们生宝宝的地方？去做啥？我们频道是非常健康的。进来主卧呢，你往窗外看过去就是一片绿景，因为我们家其实算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环境啦哦，所以早上起床的时候被太阳晒醒，你就可以直接把窗帘打开。这床头是有个厚度的耶，这是收纳吗？打开来看一下，两边下面都是有一个大空间，底部还有一个大空间，它是一路到底的，对不对？没错，它是一路到底的，所以可以收纳像是厚棉被啦这些东西，对不对？没错，所以有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下面直接把棉被这样挖出来。那这个衣柜呢，就是上面、下面，然后这边也有，这边也有。我个人呢有一点折衣癖啊，只要是短 T 都会折成这样，我会这样折，这边折过来之后，然后直接这样，然后拉过来，这样。好整齐哦！折衣高手，吹风机哦，他们吹风机都是蛮高级，真的好用，干很快。重点是他其实平常是不太喜欢洗头的人哦，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啊，他就是会变得比较常洗头，吹头发会变得比较容易，很快就吹干。你会发现我们的地板整体是有垫高的，是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粪管位移，我们原本马桶大概在这个位置。哦，你们有移位了？对，我们当时很坚持说，我们家一定要放浴缸，转进来这里。哇哦，这里就是浴缸，然后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干湿的分离，像这样。你是不用，等一下，这个人到底在干嘛？你会发现上面这边就是这种原始小型的事情，我们希望就是在我们家里面可以是无所不在，然后这边就这样结束了。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买在这里？好问题，有时候你去找房子的时候，不是你找房子，是房子找你。因为其实一开始我跟我老婆看的房子，完全不是看在现在这一间，所以看了很多间。对，我们陆续看了非常多间，差不多看了有1年2年有吧。后来呢，我们看到一间真的很喜欢，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跟那个屋主尝试，你知道，大家有时候我们就会砍价嘛，我们就砍个10万哦，一间1000多万的房子，砍个10万很合理嘛，对不对？这个地方是新北市嘛，我就砍10万。结果那个屋主那个时候他死不让价，我们讲说好啊，算了，没关系，那应该就是没有缘分吧。对。后来呢，朋友他就带我们来逛汐止的这一块区域，然后就刚好逛到这个社区。那个时候我们经过，我们就很喜欢这间社区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有跟很多的房仲接触。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可能会想说，买房子不需要透过房仲，可是如果你真的打算买房子的话，你一定要跟很多的房仲打交道，因为好的物件都在房仲的手里，所以就请那个房仲帮我们找。结果一找刚好就看到有一户就在卖，那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所以常常就是说房子找人嘛，对不对？所以这间房子其实它也算是某方面是来找到我们。当时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对，当时不是长这样，整个老屋翻新，对不对？没错，重新装潢，包括浴室、2间卫浴都是全部打掉重弄。这样子的坪数大概是几坪？室内实际的坪数大约是23点多，小三房，小怪怪的，小型的3房，所以有小三啊？没有，没有。那这样子的小3房，你们当时装潢大概花了多少时间？刚买到住进来是过了1整年。中间找设计师其实也找了很多间，最后我们找的设计师，我们跟他对谈下来，感觉对了，非常的细心，非常的用心，而且是很愿意跟我们做沟通，很热心。然后你可以从他的作品当中看到温度，人的温度。没错，所以这设计师真的是我非常非常的推荐。说到最后，其实大家最关心一件事，做室内设计要花很多钱嘛，因为老屋翻新跟新成屋其实装潢的价格会有非常大的差距。23坪，而且是老屋翻新，屋龄是10年左右，你大概花了多少钱？不包含家电哦，软装不包，软装不包，大概是240万。你比试的时候，我以为是400万，240万。240万已经算非常非常省，尤其是那个时候算是疫情期间，所有的物价还有工资都在涨的时候。疫情期间那时候很缺工人，所以其实在找工人这件事情来说，价格也上去了不少。
装潢整体下来大概是3个月左右完成。哦，其实3个月还 OK， 因为其实你们是整个老屋打掉重新翻新，对，3个月算是一个蛮标准的工时。对，住到现在也很满意，几乎没有什么挑得出缺点的地方，所以真的要很感谢这位设计师帮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很热心的，然后很细心的照顾我跟我太太的每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对，没错，非常感谢，谢谢干爹，没有，我会献出我的心脏，没有，一周3个月，下次见啦，大家拜拜。这时候就跟设计师求他，我现在对你嘴巴就露出上唇，会想笑等一下，好，那我调一下。好，等一下啦，你不要。我刚讲到哪里来？